來了來了！被譽為冰雪迪士尼的哈爾濱冰雪大世界今年再度刷新紀錄，園區面積從100萬平方米躍升至120萬平方米，相當於168個標準足球場大小，總用冰用雪量高達40萬立方米，創下歷屆之最。上一屆356萬人次的遊客接待量還歷歷在目，今年這座持續進化的冰雪王國又將為全球遊客帶來怎樣的驚喜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凜冬時節，冰城哈爾濱的冰雪造夢工程正熱火朝天推進。27屆哈爾濱冰雪大世界120萬平方米的施工現場，近萬名建設者在零下20攝氏度的極寒中晝夜奮戰，用冰與雪的交響澆築出冰天雪地童話世界的壯闊圖景。12月10日17時18分，施工現場的歡呼聲刺破嚴寒，主塔冰燈啟夢完成最後一塊冰體砌築，正式封頂。這座總用冰量達39000立方米的冰雪巨構是本屆園區的最高地標。自11月25日啟動施工以來，建設者們每天2班倒，24小時不間斷作業，僅用15天就完成了主體結構建設。每塊冰磚都要精準定位，誤差不能超過2厘米。負責主塔施工的工程師王師傅戴着結滿白霜的安全帽，雙手早已被凍得通紅。他表示，冰建和土建不一樣，夜裡溫度低至零下30攝氏度，砂漿會快速凍結，他們得提前算好凝結時間，爭分奪秒推進。主塔似雪花托舉山字為意象，冰磚層層疊疊的紋理中既藏着冰天雪地，也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，也凝結着建設者的汗水。與主塔遙相呼應的主形象大門，在12月11日完成了冰建施工，進入細節打磨與燈光調試的美顏階段。這座以老哈爾濱火車站經典輪廓為藍本的冰雪建築，高14.5米，用冰量2200立方米。施工團隊為復刻百年樞紐的歷史韻味，特意採用了仿石紋的冰雕工藝。現場雕刻工匠李師傅介紹道：“我們先用激光掃描老站房的細節，再在冰磚上手工雕琢紋路。僅大門頂部的穹頂造型就需要5人團隊連續工作3天，每一道弧線都要反覆對比圖紙。作為冰城記憶軸線的起點，這座冰門將串聯起主塔、中華巴洛克街區等景觀，成為遊客踏入園區的第一道沉浸式文化入口。施工現場的東側區域，人氣王項目超級冰滑梯的建設也正緊鑼密鼓。目前9條滑道已建設完成，工人們正忙着鋪設防滑冰層，最終將呈現24條總長521米的超長滑道。今年特別吸納了網友建議，在滑道兩側加入了長城城牆和烽火台的造型。設計研發部部長從佩玉踩着積雪來到施工現場，指着正在雕刻的冰質烽火台介紹道：“為了減少遊客排隊時間，我們不僅保持24條滑道的高配置，還優化了上下客流程，預計每小時可接待2000人次。”冰滑梯的建設現場，工人們用特制的冰湍修整滑道邊緣，飛濺的冰屑在陽光下折射出七彩光芒。遠處已成型的滑道如一條冰藍色的巨龍，靜臥在白雪之中。在園區南側，大型主題雪雕童話小馬一家的雕刻工作已全面展開。5000立方米的雪堆前，10餘名雪雕工匠手持雪鏟、雪刨分工協作，有的勾勒輪廓，有的精修細節。生肖馬的憨態雛形已清晰可見。雪雕師傅說：“我們會給小馬披上定制的巨型馬鞍和圍巾，還要刻上‘馬上發財，馬到成功’的吉祥語。為了讓雪雕保持完好，他們會在表面噴灑特制的防凍劑。春節期間還會進行換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這座雪雕位於南售檢票大廳外廣場，遊客無需購票就能近距離合影，將成為園區最早與遊客見面的冰雪明星。極寒天氣沒有阻擋建設者的腳步，科技賦能也讓施工效率大幅提升。在 AI 互動集合區的施工現場，武漢華光激光的技術人員正在調試激光雕刻設備。有了這套智能裝備，雕刻一個主塔手辦只需要3分鐘，比傳統手工快了10幾倍。現場負責人介紹道，除了激光雕刻機、AI 照相機、文創產品、定制機等設備也將陸續安裝到位，為遊客帶來全新的互動體驗。
隨着建設進入衝刺階段，3大主題軸線的輪廓日益清晰，冰城記憶軸線串聯起城市歷史，冰雪藝術與演藝軸線匯聚多元文化，夢幻冰雪軸線融入國際元素，再加上雙舞台加大巡遊的演藝升級、國際冰雕比賽等賽事的籌備，一座全方位革新的冰雪樂園正加速成型。市場營銷部副部長劉引東表示，園區預計12月中下旬正式對外開放，運營期間還將舉辦主塔點亮活動，從全國省份中徵集遊客共同點亮主塔，讓每個人的夢想都能在冰雪之城綻放。夜幕降臨，施工現場的燈光次第亮起，照亮了建設者忙碌的身影。主塔的冰體在燈光映照下泛着暖黃色的光暈，主形象大門的輪廓愈發清晰，超級冰滑梯的滑道如銀河般璀璨。近萬名建設者用堅守與匠心，在120萬平方米的冰原上書寫着奇蹟。這座即將綻放的冰雪童話世界，正以最佳姿態等待着全球遊客的到來。在很多人眼中，哈爾濱冰雪大世界是近年爆火的網紅地標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這座冰雪王國的背後是一座城市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堅守與深耕。2024年1月，第25屆哈爾濱冰雪大世界開園首日，便創下11.38萬人次接待量、3400萬元門票收入的紀錄。而長春、瀋陽等同樣坐擁嚴寒資源的東北城市，卻始終未能培育出同等量級的冰雪 IP。東北冬季氣溫相近，降雪充沛，為何偏偏是哈爾濱將冰雪資源轉化為現象級產業？答案藏在60餘年的時光沉澱裡。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占地81萬平方米，相當於330個標準足球場，單屆用冰量達33萬立方米，可填滿132個標準游泳池。2023至2024冰雪季累計接待遊客252.7萬人次，門票收入突破7.5億元。反觀其他城市，長春淨月潭滑雪場年接待量約50萬人次，瀋陽棋盤山冰雪大世界高峰期日接待不足2萬人次，大連安波溫泉滑雪場年遊客量不到30萬人次，哈爾濱一個項目的遊客量竟是這3座城市同類項目總和的3倍以上。如果說只是因為哈爾濱更冷，那長春的冬季平均氣溫是-13.2度，哈爾濱是-16.8度，相差不過3.6度。如果3.6度的溫差就能決定一切，那為什麼齊齊哈爾、黑河、宜春這些比哈爾濱還冷的黑龍江城市沒有做出類似規模的冰雪產業？如果說因為降雪量，那瀋陽年均降雪量是48.2厘米，哈爾濱是37.4厘米，瀋陽反而更多。如果降雪量是關鍵因素，那瀋陽應該更有優勢才對。不是因為溫度，也不是因為降雪量，那到底是因為什麼？事實上，答案藏在歷史裡。1963年，哈爾濱在兆麟公園舉辦了首屆冰燈遊園會，那時用冰量不足1000立方米，卻吸引了2.6萬市民參與。這是中國首次大規模冰雪藝術展示。從那時起，哈爾濱的冰雪事業便從未中斷。36年的積累，終於，哈爾濱在1999年迎來質變。第一屆冰雪大世界正式落成，此時的哈爾濱已形成涵蓋冰雕技術、燈光設計、施工工藝、運營管理的完整產業鏈。如今，這座城市擁有專業冰雪雕刻師超5000人，相關從業人員突破10萬人，其中不乏從青年幹到退休、畢業深耕冰雪的匠人。長春、瀋陽有這樣的積累嗎？沒有。長春的淨月潭滑雪場建於1997年，比哈爾濱冰雪大世界還早2年，但他選擇的是滑雪而不是冰雕。瀋陽棋盤山冰雪大世界建於2001年，比哈爾濱晚了2年，想模仿卻沒有技術基礎，只能請哈爾濱的團隊去做，到頭來花了錢，人家學了技術又回哈爾濱了。有意思的是，2023年冬天，多個城市都想複製哈爾濱模式。石家莊投資3億元建冰雪大世界，開園3天就因為冰雕質量問題被遊客吐槽。鄭州建了冰雪城堡，用的是人造冰，成本是天然冰的5倍，門票定價180元，遊客嫌貴不買賬。北京的冰雪嘉年華，場地面積不到哈爾濱的1/10，卻想收150元門票，最後慘淡收場。為什麼都做不起來？因為冰雪產業不是有錢就能砸出來的，它需要時間沉澱，需要技術積累，需要產業鏈支撐。
哈爾濱用了61年時間，從1963年到2024年才建立起今天的規模，其他城市想用3年、5年就趕上，這不是開什麼國際玩笑嗎？所以那麼多城市，為何只有哈爾濱有冰雪大世界？答案或許就是不是運氣垂青，而是從1963年起，這座城市把一件事堅持了61年，時間才是最堅固的護城河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